嗨，欢迎收看周末黑手党。看到我桌上这一台，绝对是有观众又要拜托我来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了。这一台原本是可以把那个东西把它碾平的，但是它是靠这个手动去转，所以像它这样子，这个是这样子，它是这样转的。这样转有个问题，就是这样转会累啊！如果你要滚一大堆金啊、银啊、铜啊，把它滚扁的话，这样子是相当的累的。所以他想要我们帮他改装一个马达上去。正常人大概就是10到20公斤这边的区段，我们大概抓个15公斤，所以我们人从这边推就会有15公斤的力量。然后我们再考虑到这个的臂长是250 Nm， 所以我们这边算过来就是我们这边的力量大概要到36牛顿米，所以我们就找一个合适的马达。因为考虑到要家用，所以我马达应该是会挑400瓦。然后再加上变频器，这样子不管是单向电或者是3向电都可以用。好，马达我们已经求出来之后，那我们就要来开始看我们这边的构造，我们要怎么去改它。好，我先把这个壳拆下来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边的构造，它这边的构造就是由这里带动，然后由这个齿轮再去带动这2个齿轮，让2个滚轮一起移动。我现在构想就是这样，我们先在这里把齿轮先装上去，这里装一颗齿轮，然后这齿轮从这边旋转就可以带动它。好，我这个齿轮是怎么选用的呢？它的轴心的圆心在这边，然后我们要考虑轴心到底板的距离。好，所以我们在选用的时候，齿轮的半径不能超过它。然后再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要用哪个模束。像在选模束的话，模束就是你的模束越大，你齿轮的传动力就越大。可是你在相同的节缘直径下，它的齿数就越少。如果你的模束越小，在一样的节缘直径之下，它的齿数就更多。所以我这一次我就选模束2的。然后我们这一颗齿轮我们选好之后，到时候就是打算选一个涡轮减速机，然后它有一个轴心凸出来，我这里再装一个齿轮，然后让它这里靠在这里，然后我们马达往这里转动的时候，涡轮就跟着移动它，然后所以我马达就会变成这个方向。然后，所以我现在构想就是，我这里下面有一块板子，把这一个锁在那个板子上面，然后涡轮减速机也是一样，靠在这上面，然后把它锁起来，然后这样马达就会大概这个方向。再因为我们说我们要装变频器嘛，所以我变频器我就打算在马达上做一点手脚。我们先把平板，然后马达。还有齿轮搞回来之后，我们再看看我们变频器要怎么安装。那我们就去发材料，等材料回来之后，我们再来组装了。好了，等了1个礼拜，我的马达还有我的这个板子都已经回来了。那我们就先来组装看看。然后这种涡轮的马达，这种一般都是中间有一个洞，所以就是它会给一个轴心。然后我已经先把齿轮先敲进来了。那我们先把它组装起来。再我们要装这一个，不过现在这样子我觉得不太好，就是它原本盖子应该还是要再把它盖起来，不然这看起来有一点危险。好，那我们先把盖子先盖起来。因为盖子这边跟这边相接嘛，这里稍微有一点凸出来，所以我就把这个盒子稍微这样开大一点，然后刚好闪过这个齿轮的位置，然后这个洞刚好可以让它进来。这样子就不会撞到了。好，我们要先装起来。好啦，我们把它组装起来了。正常来讲如果你家是有3向电的话，直接这样子，然后把电源接上去，开关打开，它就会开始转了。不过我觉得这样不太好。我觉得要加个变频器，因为我们要做正转跟反转的动作。如果你正常接开关的话，你自己要换，要么就是装2颗接触器去做正反转，要么就是电源找一条对调，这样太麻烦了。我们就直接用变频器直接可以控制正转反转。然后，所以我们先来想一下这个变频器要放在哪里。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我看这里我可以这样拿这个20×20的铝矩形，然后我就这里钻2个洞，然后把它锁在这上面。然后就锁2边，这样我就有一个固定的平面可以做了。
啊，我就是打算这里一片，这里一片，然后这里有一片可以固定我变频器，然后最前面再一个面板，可以去按急停啊、启动，还有方向的选择。啊，所以我们先来制作这些东西。然后我们零件就做了，这里有2个，做了2个这个，然后做了我们刚刚讲的好几片这样子，1片、2片、3片，然后这个支撑本来想要做整片啦，可是我发现变频器只有2根螺丝而已，所以我就做上面跟下面可以固定就好了，绝对不是我材料不够的问题。然后再来我们就先来安装它了，这里这2根我们就先把它装在这上面。好，我们这里这2面已经把它锁起来，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安装的平面。啊，之后我们先试装看看。好，你看我们这样子，这里2片锁起来，这里，然后说我这里就有一个平面，可以说我的变频器。然后再来就是这里跟这里接在一起。它这边的做法，如果是因为这比较薄，如果是以往的做法是在这边钻洞，然后我们再从这边把它锁起来。那这一次我就用换的别的方式，我用这个铝矩形，它在组合这种角落的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先把它锁在这上面，我们就把它锁在这上面，然后这里有4个，然后刚好弄过来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了。好，我们把马达的3条线再加地线已经引过来这个变频器了。在这边变频器，我们就要先接它的输出侧。然后我们在接变频器上啊，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，一定要先找到输入跟输出。所以我们可以看，通常电源侧都会写 RST 或者是 L1、L2、L3。然后通常输出的话就是 UVW 或者是 T1、T2、T3。好，我们先把我们的输出侧先接上去。好啊，这样我们马达的输出侧就把它全部接好了。这个马达的线已经接好了，再我们就是要接我们的控制线。好，我打算这样装起来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急停，然后这个启动，然后这个我们做方向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先把按钮先装上去。然后我们这样接起来，按钮后面就会有这一些端子在这里。再有一些接法，我们等一下在模拟器上我们再讲一下。然后我这边直接就先接起来。好，这边有做了2个回路。然后这一个是它原本说明书上写的回路，就是按钮开关去启动 Run。然后这个是 Stop， 让它马达做停止动作。然后这个选择开关，我们就是选择正转或者是反转。啊，这个回路理论上是不会有问题的，因为逻辑是正确，就是我启动，如果 stop 讯号没有熄灭的话，就是我可以启动。当我急停被按下去的时候，我就不能启动。虽然说我讯号有送进去，但是如果要更好的方法的话，我会这样做，就是急停直接坐在最前面，急停串着启动开关。这样的好处就是，如果急停被按下的时候，我这边按启动，运转讯号并不会送进去变频器里面，只能等到我 stop 讯号回来，再按 run 它才能启动。以逻辑上，这2个回路都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安全性这边会高很多。这一样是方向，因为方向没有所谓的风险问题，所以我们这个就不用去做跟急停互锁。所以只要这样停止按下去，就是不管你怎么误触，它也不会启动。这边按钮接好之后，我就是把这3个讯号线加一个电源，我们再把它插到变频器上面。
好，这样这部分我们就完成了。这样我们就先把电源先接上去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测试了。好啦，这样我们就把它接好了，这样子我们的讯号线都接好，然后这些按钮啊这些都接上去了，那我们壳就可以盖起来。变频器通常还没设参数之前呢，通常可以从这边 run 跟 stop， 只是它运转的会比较慢而已。但是我们可以先测试一下。然后再按 stop 就可以停止。好，接下来就要依照我们想要的控制方式。我们刚刚已经有在模拟器上稍微讲过了，就是我们停止按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不可以送讯号给变频器。然后当我们急停解除之后，我们按下启动或者是给它方向的时候，它就会随着我们的控制去启动。然后再按下急停的时候，马达会停止。所以我们变频器等一下会设定3线启动，就是它会有3个讯号，就是一个是启动，一个停止，一个方向切换。然后再变频器通常有几个要设啦，就是一个就是设控制模式，就是要用按钮，还是用通讯的，还是用其他方式。然后再来就是要设定它的加减速时间。然后通常设定完这一些之后就可以直接用了。好了，刚刚花了一点时间，我们把参数设定好，然后这壳也把它装起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测试它的功能了。这里的功能就是我的正转反转，也有时候往前跑的时候，如果可能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要稍微逆转一下。然后这是拿来做停止的，也可以用一般按钮，但是我习惯这样子，在按着的时候你才不会不小心启动它。所以我们这里就用这种扣压式的，然后我们就先按启动，然后就发现它开始转。然后我们再停止，然后我们再切到这边，然后方向就会换了。好，再来我很好奇，因为我原本用转的时候，我好像没办法粘很长。这一次我很好奇，这一支我拿这一支铜管，然后等一下粘一粘，看它会粘多长。然后那我们就先来玩看看的。哦，好了，刚刚折腾了一下，你看，给拉出这么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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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我的手还长。那我们来量看看，刚刚那一段有一点夸张哦。好，来，哇，接近2公尺啊，有够夸张的。然后我们再量一下它的厚度。原本啊，那个是4 mm 的铜管，然后我们拿这个游标开始量看看，这个现在这个有多厚，大概4条5条之间，来这么大。好了，我们刚刚把铜管玩成这种奇怪的样子，看起来这样子应该是非常成功的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把这个一般的纯手动机器，就是靠人力的机器，我们加上了马达的动力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省掉很多力气，我们可以比较更专心的在这个制作上面。虽然我还是不知道这到底可以拿来干嘛，不过应该是它有用处才会买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分享。那如果有问题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那我们下次见。